嗨，大家好，我是木头人。大家是不是有跟我一样，曾经有买过一块木头啊，或者是路边捡到，还是你家一个很有纪念价值的家具哦，可是你却不知道怎么利用它？今天我特地挑了一块蛮有意思的木头，我要利用这一块木头本身的特性哦，还有它的历史感，来展现这一块木头的生命力，把它做成一个新的家具。那这一部影片并不会有非常难的制作技巧，很适合想入门木工的朋友观看。那我们就开始吧。大家看到这一块木头，其实它尺寸蛮大的，它35公分，它深度有23，那厚度也非常厚。有经验的人应该知道，它其实是一个木梁啊，可是它已经被截断了，只是小小一块。那这个尺寸其实很适合拿来做成椅子、凳子或是高脚凳之类的东西。像通常我看到一块木头，我会去想说，这个木头它本身是否有它的一些故事性。还有它存在的一些历史价值。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有名牌这个是台湾自来水公司的一个牌子看起来非常的老旧，应该我猜有50-60年，应该是有的。那像这样子的作品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名牌给保留住我们可以先把名牌给拆下来，等这块木头重新给它做成家具之后，再把这木牌重新固定上去那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上面有轨道嘛，那我们也可以判断说它就是以前的店面那种老式拉门上面的那一块横梁这就是门片在跑的轨道，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也会把它保留下来，因为它非常的有历史风味所以像这样子的木头，我会尽量保持它原本的状态，我不会把它打磨得到非常的光滑，因为我如果把它改造得太新它就会失去它的一些历史的那种痕迹那就会比较缺少故事性了所以现在我会先把这个名牌给取下来，那把这个木头先稍作清洗，因为它上面有非常多的脏污如果直接使用工具开始打磨处理那个灰尘量太多了。那这个名牌其实蛮脆弱的上面有钉子嘛，那我会使用撬棍小心的把它取下来那当然尽量不要伤到这木头表面，因为凹下去的话你会很难处理稍微用力它就弯了好像没有办法用摇的破了一个小角，不过这也没办法。这一块有比较完整一点。刚经过清洗过后那它就干净多了。那现在来可以做打磨的处理那打磨到什么程度，你可以自己决定边缘会刺手的地方，给它稍作打磨。下这边我有用砂纸机跑过所以它可以磨得比较深它会把表面这些氧化过的颜色都磨掉，那就会露出木头本来的颜色。主要就看你怎么去表现这一块木头你都可以自己变化那打磨之后就可以用湿抹布给它擦过一遍，把上面的灰尘给去掉接下来我要来制作椅脚我要把它做成大概40公分高的一个凳子。像这个椅面它因为很大很粗重所以你底脚的部分你可以选颜色比较深的木头这样子看起来比较不会头重脚轻。那脚的部分其实可以用铁脚来制作可以去找铁工制作一个铁脚这个木头摆上去就可以了。当然使用木头也是 OK 的，木头就要选择比较硬，或者你把椅脚的直径加粗，这样看起来的比例才不会头重脚轻的感觉。那我刚还有几只黄檀木的木条我就把它裁一裁
简单做个移角出来。这样四四方方的木条，表面已经处理过了。家里如果设备不多的话，那就尽量买这种表面已经整过，不是那种还没爆过的毛料，要购买这种已经整理过的净料，我们就只需要裁切做组合就好了。那大家看这个角看起来很细，不过因为这个木头它很硬是黄檀木，所以还是可以使用的。那家里只要有一张稳固的桌子，基本上就可以做木工了。那只要配合2个这个 F 夹，然后把我们要锯的木料固定在台面上就好了。木工具的选择有非常多种类那一开始新手不建议买太贵的锯子像这一把的话300多块而已。那它还有纵切齿跟横断齿，这2种齿的设计不一样纵切是拿来做剖料用的那横断齿的话就是拿来垂直于木纹做切断的作用，所以它这一把同时有2个功能。那一开始初学者用这一把当做练习就可以了。那一开始大家比较容易遇到的问题就是切的时候会切不准、切歪当然是这个是需要练习的。那当然也可以透过辅具来帮忙像这个是有磁吸作用的一个辅具一边是90度，一边是15度所以我只要贴着然后锯子靠过来。我这样自然的切，不要去扭锯子，它就可以切出很漂亮的90度。我椅面的厚度已经有13公分了，那我要做到40公分，我就要加上27公分，所以我椅脚的高度就是27。这样1只脚就切出来了，那现在总要切4只出来，直接用刚刚切好的这只脚去描就好了。这样4只脚就切好了，光有这4只脚当然是不行的，没有横撑做补强的话，你看如果大力撞到它就掉了，所以横撑是一定要加的。本身这块木头是尺寸并没有很精准那就可以把椅脚放上来，我们去取2边最窄的地方，看哪一边比较窄，以最窄的这一边为准就可以了。横撑的位置就会上下各1只，像这个样子。正面的横撑也是一定要有的，那也会这里会各做1只。不过长横撑的位置我就会跟短横撑做错开，会稍微移一下位置，可能就会这样子，然后下面的就会变这样，稍微把它错开，不管你是要锁螺丝还是钉钉子还是做榫，都会比较容易一点。它有个落差，那个造型会比较好看一点，不会那么呆板。29.2。那在这部片我会教大家比较简单的一个工法，我会先用胶把它粘住，等它干之后，我们再使用钉子或是螺丝把它做固定，这样的操作也比较轻松一点。我们可以等它胶干了之后，我们再来继续下一个步骤。放个3、4个小时，等它稍微干燥，再来进行下一个步骤。干燥之后，我就可以来做结构的补强。那现在我要使用螺丝来把它固定。我现在使用这个木材，因为它非常硬有时候就算有银孔的状态下，也有可能会锁裂。那我就会在这边夹2个夹子，我把它2个项都把它夹住。我这样子锁螺丝的时候就不会被撑裂了。那有时候我们要看木头的硬度来判断要不要做这个动作。
这2个口字形完成之后，我就会先稍微打磨一下，那有断差的地方把它磨平，那再跟这边的横针接起来。好，那大家看现在这个造型的话，我如果直接贴着底下的话，它看起来会比较呆板，因为它本来就已经很厚了，你又把它加了1层下去，其实不是很好看。那这个时候我就会把它加高，可能会变这个样子。底下让它有悬空的感觉，这一边的话大概会落在这位置。我这个横撑的位置就会影响到它整个做好的这个设计它的样子就差很多。那一样就等这个胶干了之后，再进行下一个步骤。如果工具不够多的时候，夹子不够多，这也是一个方法。就你不用说上完胶就要马上把它处理好，把它分段做的话就轻松很多了。它基本的一个造型，大家就可以很清楚看到它完成之后就会长这个样子。那为什么我要拍这一部片呢？那大家知道我是做损业家具嘛？为什么我要用那么简单的工法来制作这部影片？那有固定收看我影片的朋友也都知道，我最近跟哈浩合作了一个相关课程。那我这部影片的初衷就是要告诉大家，其实我们学习木工并不是一个多难的一个事情那你当然不可能一开始就学到像我一样做到很难的家具。我也是从这样初阶的作品开始一步一步学上来。那其实只要一些简单的手工具在家里都有办法制作。那真正重要的是你可以在这些作品上发挥你的创意不是说简单的工法而做不出好的作品。现在全部的结构都就完成了，那感觉还缺什么，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来上漆。那刚刚有讲到底下的颜色尽量让它重一点所以我现在要把底下做染色处理那我会把它染成胡桃色然后上面就重新上透明的保护漆。那上面就会用透明色的来处理那这样一个简单的改造就完成了。那我就是尽量保留它原本的一个姿态那只是帮它加个角，做一些表面的处理那这个小凳子就改造完成了那这种高度就很适合放在阳台当做穿鞋椅或者是床边的一个小茶几。那其实我完成之后，觉得自己也是有一个地方做错了。其实我上面这一块不应该上漆的因为这个木头的表面还要保留原本的氧化的颜色所以上了透明漆之后，它颜色就变更深了。因为我本来想让上面浅一点，下面深一点让它上面的厚重感没那么重。上了透明漆之后，它变得很深它颜色比下面还要再深所以这个部分如果要再改的话，我也把底下把它上全黑的漆，这样整个颜色就会比较协调一点。后来我还是觉得不太满意所以又把它拆掉角把它重新漆成黑色。里面我就把原本的蜡全部都磨掉，重来一次，让它颜色浅一点。这样修改过后就比较有达到我原本预计的样子。大家觉得修改过后是不是比刚刚还要好我自己觉得是有了不过这个椅面真的是太厚了，所以看起来还是有一点头重脚轻的感觉。那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我们一起讨论那这部片就是在介绍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改造方法。不然说真的这么厚的木材叫我把它剖成一片一片的，我有时候还真的不太忍心会觉得有点舍不得。那我保持它原本的状态，那以后我如果真的要拿它来做什么大作它都还是可以派上用场这就是实木家具的好处这些材料都是可以重复利用的那最后也给我自己打个广告，我最近跟哈浩合作的木工线上课程，比较针对新手木工那想学习木工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那相关的课程资讯我都放在底下的资讯栏。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喽，拜。